侧旁角落中，王琦和刘燕儿正靠在一起，神情萎靡，精神不振。被困在此地这么久，精神状态自然不佳了。但也正是这般环境，才让两个人的感情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此时已是彼此的燕儿师姐与琪琪师弟。顺带一提啊，王琦的琦并不是奇怪的奇。九九会如此暴躁，有半数是被这两个小道侣给刺激到了。发泄了一阵心底的狂躁，九九抱着胳膊，盘腿悬空坐在离地3尺处，思考着对策。刘燕儿缓步走了过来。九师叔，莫要太过担心了，吉人自有天相，师弟师妹说不定已经去镇子等候了。都这么久了，说不定尸首都没了。师叔昨日不是说算日子的话，门派中应该已经派人过来了吗？兴许咱们马上就能脱困了。哎呀！九九双手在自己的中长发中一阵乱挠。那3个家伙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李长寿要是真的出了事，我怎么跟他师父交代？那2个宝贝仙种要是夭折了，我这100年的酒钱可就完蛋了。刘燕儿的额头挂上了几道黑线，虽然知道九师叔是口是心非，心底其实还是很关心他们的，但总感觉九师叔他确实是更在意自己的酒钱呢。突然间，大阵之中吹起了一阵浅浅的微风，一声叹息在四面八方响起，随之而来的便是那毫无波动的苍老嗓音。小九，你可知罪？九九禁不住打了个哆嗦，落下一双纤腿脚丫，小声回了句：师父。刘燕儿也是一惊，忘情上人亲自来寻我们吗？周遭的白雾开始迅速退却，3个人的仙识灵识总算是从困阵之中挣脱，朝着四面八方无障碍地延展开来。也正在此时，2道身影从远方飞来，砸在了九九面前。这是2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一身黑衣打扮，都是元仙修为，此时尽皆重伤昏迷，身上各自有一个陷下去的掌印。王琦在旁边激动地喊着：九师叔，就是他们2个，就是他们袭击了我和燕儿师姐。九九当下再无迟疑，双腿一弯就跪在了地上，额头触地，满是黯然的言道：师父，弟子被人算计了，有3名年轻小辈失了联系，弟子甘愿领受一切责罚，但请师父速速搜寻他们3人踪迹，看是否有人得存。正此时，周遭的白雾已经消散，几道身影在远处现身。最前方的那名道人身高不过5尺，见九九如此认真地跪伏在那儿，也是不由得有些尴尬，忍不住低头咳嗽了一声。咱们师父没来，是我。你足智多谋又英俊潇洒的五师兄。有杀气。矮道人顿时一阵哆嗦，还要继续挽救，远处那身着麻衣的小师妹已经猛地跺脚，贴地飞射而来，如若神弓射出的离弦之箭，带起阵阵音爆。捂着肿起的半边脸，这矮道人抱怨：不是开个玩笑缓解缓解气氛吗？求求你干嘛如此粗鲁啊？本师兄可是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说正事儿。矮道人道号九乌，九九幼年入门时，忘情上人已经开始常年闭关了，确实是九乌将他照料养大。他们虽然关系是师兄妹，但是感情却像父女一般，平日里也打闹惯了。见九九又要发飙，九乌眼珠子一转，连忙转移话题，说起正事，指着身后几个人连环发问：他们几个的师傅都来了，谁失踪了？在哪儿失踪的？你们被困这里多久了？
九九面色暗淡，对着后方几个人低头作揖，一时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低着头轻咬着嘴唇。刘燕儿和王琦面露喜色，从后面御空而来，连忙向前施礼，口中喊着师父、师伯、师叔。九无道人身后这几个人有破天锋江金山、真仙修为，是有情玄雅之师，师从渡仙门当代掌门。破天锋林七，真仙修为，元清之师，还有多林峰与小灵峰的2位九九同辈仙人。此时他们已经找到了各自的爱徒，便不多叙。九九的目光落在了最后面站着的那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身上，小琼峰奇缘，李长寿之师。这老道此时形如枯槁，九九一时间竟然不敢与他直视。他低头叹了口气，心中却是知道李长寿这个弟子对于这老道而言多么的重要，寄托了这老道多少的期待与踌躇。九九低声道：奇缘师兄，我上次见长寿时他往北面去了，元清与玄雅去了西北方向，随行的有一名玄雅的将军，名为宇文灵。若是所料不错，这次是针对玄雅的一次算计。奇缘老道苦笑了一声，对着九九拱拱手，又深深的躬身。生死有命，外出历练本就如此。各位，我尚未成仙，在北周难有施展，还请助我搜寻我那徒儿下落，小琼峰一脉，不胜感激。一旁九无忙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奇缘师弟你放心，我们现在就兵分2路，我跟九九陪你一同向北找寻。九师妹别愣着了，打起精神，想挨罚也要等到找到他们再说。这2名原先是守在大阵之外的，我发现他们时，他们在不断修补阵法，显然是算计你们的元凶之一。咱们两边各自抓一个拷问，定能问出些什么。走，先上路。江金山与林七连声称善，能看出他们都十分着急。这矮道人九无袖袍一挥，远处那2道昏迷不醒的元仙顿时也被他凭空射了过来，随手扔给了林七一个。他们并未多说什么，此时去寻找弟子，营救弟子才是正事。定好互相传信的频率与各自搜查的范围，他们几个人最终兵分3路。王琦的师傅带王琦和刘燕儿去外面的镇子中打探消息，刘燕儿的师傅则是与江金山、林七一路往西北方向找寻。九乌带着奇缘、九九朝着正北方向搜寻。风风火火，急急忙忙，这几位来自渡仙门的仙人继续踏上了寻途之旅。而与此同时，某位不愿意暴露姓名的靓仔正躲在北方千里之外一处刚开辟不久的岩洞中，起一堆篝火，捧一卷书简，静静地等待这些强援的到来。他非但一点也不慌，甚至还有点小惬意。有情玄雅盘坐在岩洞的最内侧，他闭目调息，隔一段时间就睁眼看一看洞口处的身影。每次他想找话题，却总能够感觉到李长寿此时并不想与人交谈。自杀了元清之后，他昏迷了3日，半日前刚刚睡醒，自身的伤势已经再无大碍，就是头皮有点疼。长寿师兄，我们就在此地等候吗？方圆300里内，我已经留下了多处咱们渡仙门独有的隐秘标记，这处岩洞外也已经布置了藏踪隐迹的阵法，在此地暂时还算安全。若按你所说，元清一伙还有其他的同谋，咱们再往南很容易撞入他们手中。算算时日，无论99师叔脱困与否，门内前来援护咱们的仙人应该已经进入了北巨泸州。
若你还不放心，咱们也可以绕行3万里左右，不过这也有被对方撞到的风险。我放心。右亲玄雅轻声道了一句，抬头看脸李长寿，两个人的目光刚好有一瞬对视。他不知怎么，平日里一向觉得自己光明磊落，不曾有半分愧心之事，此时却下意识地错开了视线，心底略微的有些空荡荡的，像是有一只小小的猫爪在轻轻挠动，略微的不安，些许的不定。应该是自己被这位师兄救了2次的缘故吧。右亲玄雅如此想着，自己应该想办法报答才行。虽然此时自己依然在享受着长寿师兄的庇护。师兄，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不要轻易放出自己的灵石。是。右亲玄雅颇为严肃地答应了一声，心底感觉稍微有些失落，自己成了拖油瓶一般。篝火发出了一声轻响，火势小了一些。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了一块灰色的干木，放在火堆中，让火势长了起来。此时右亲玄雅方才发现，这火焰颇为奇特，没有半点烟雾不说，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师兄，这火可有什么说法？这是一种不算珍贵的木材，取自北原寒松，生于北海之南。这种松木不是什么灵根，上果时也只是一种普通的松木，特性只是耐寒。北距泸州被瘴气覆盖之后，这种松木也已经几乎绝灭，但最后又重新变得繁茂起来。自那之后，北原寒松就有了某种神奇的特效，自身不惧瘴气，散发出某种气息，能够让毒虫毒兽下意识地躲避开。这堆小小的篝火就能让咱们方圆300丈之内没有毒物。据说在今日巫族聚集之地，经常能见到大片的北原寒松，而这些松木也不止几块灵石，只是很少人会用。右亲玄雅听得有些入神，那双眸子倒映着李长寿的侧脸。师兄当真是见多识广，门内典籍中都有记载。李长寿淡定地回了一句，继续捧卷品读，并没有继续交谈下的意思。右亲玄雅抿了抿嘴唇，心底思量着什么。又过了一阵，师兄找到自己要寻的草药了吗？还算颇为幸运，寻到了。李长寿笑了笑，想到此事，心情也是十分不错。右亲玄雅不想让聊天就此终止，又问道：师兄似乎为了此行准备了许多。李长寿头也不抬，随口答道：15年前就在准备这次北周之行了，平日里零零碎碎的攒了许多必读之物。15年？右亲玄雅轻轻眨了眨眼，又问：那宇文灵域那几个恶贼，他们怎么了？他们跟那条即将成仙的3经碧波蛇同归于尽了。此事也是咱们十分走运，那条蛇的蛇毒十分厉害。这般恶贼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是没想到报应回来的这般快。那个有毒右亲师妹，有件事我想拜托你。右亲玄雅立刻来了精神，那双眸子满是亮光，灼灼地注视着李长寿。若能报答师兄救命之恩，玄雅这条性命舍了也是无妨。不用这么严重。咱们这次外出的际遇波折离奇，回山之后师长定会详细问询。我素来怕麻烦，也不想被人太过关注，更不想惹什么风波上身，还请师妹回禀师长时不必多提及与我相关之事。我修为不高，也就有着一手土遁，这说出去恐怕让人笑话。右亲玄雅神色一动，心底有一道小闪电划过。施恩不忘报，不惹虚俗名，一心求仙道，谦谦君子风。他心底百感交集，眼波流转，
却是感慨横生。长寿师兄是真的君子，这般心胸气度，当真是我难以企及的，更是那元清难以相提并论的。有情玄雅，平日里你身周有多少虚浮焦躁之人，便觉得同辈炼器师莫过于此，却不知竟有这般人物，就隐在同门同代中。若能与长寿师兄互相以为挚友，那才当真不许我仙门一行。有情玄雅非常的坚定。师兄放心，玄雅明白，这些我都将记在心中。李长寿眨了眨眼，这个家伙真的明白了？为什么我总觉得他还是余毒未消呢？哎呀，罢了，我回去之后就在小琼峰闭门不出。这件事就算是起风波，应该没几个月就会平静下去。低调才能躲避因果。或许只要不出差错，我此次北去泸州之行就算是完美落幕了。突然间，李长寿神色一动，布置在外的3头重瞳珠的蛛丝，此时突然捕捉到了一幅画面，几道身影从100里之外急促飞过，最外侧之人身穿麻衣，身段窈窕。虽然因为对方飞得太快看不清楚面容，但是从麻衣短衫紧绷的程度，以及那迎风时才会出现的惊人弧度，可以判断得出。99，准备一下吧，他们来了。李长寿笑了一声，心底的一块石头也总算是安稳落下。